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继续美恐系列长腿。故事发生在1974年的冬天，一辆汽车缓慢地走在小路上。导演利用镜头代表眼睛，给人了一种很神秘的感觉。随着一栋房子出现，镜头也开始慢慢往前移动，这也说明他的目标就在里边。而此时小美正在写作业，今天也刚好是她9岁生日。这个时候镜头再次往前移动，说明小美已经看到了车子。她本以为是客人来了，于是就急忙下楼迎接。可当她仔细看去，才发现车子里边根本没人。突然一道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，小美见后就急忙过去查看。这个时候镜头是全景，给人制造了一种紧张的感觉。但经过一番寻找过后，小美并没有看到发出声音的人。等她再一次往旁边看去，一个男人赫然出现。他表示自己知道小美的生日，但是今天忘记带礼物了。总体给人的感觉比较疯癫。至此第一环节结束，来到第二环节，他寄的信。此时的小美已经长大，并且已经成为了一个实习警探。虽然是实习期，但领导却安排了一个棘手的案件，棘手到连老员工都不想插手。嫌犯是一个中年白人男性。经过调查，他非常喜欢光顾社区，因为毕竟是实习警探，领导让他们2人一组，然后挨家挨户搜查。可小美刚一到分配好的社区，她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感觉。随着镜头慢慢向前推进，小美认为他们要找的人应该就在里边。随后她把这个事告诉给了同伴，并且一口咬定那个嫌犯就在里边。但同伴认为他们不能靠直觉办事，为了一探究竟，他便走了进去。可当门打开的一瞬间，同伴瞬间领了盒饭，而这一幕也证明小美是对的。一想到不能让同伴白白牺牲，小美独自一人走了进去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到了阁楼，只见里边有个男人双手举过了头顶，他并没有反抗，看起来表情非常轻松。画面一转，小美回到了警局，因为她直觉很准的缘故，领导给她安排了通灵测试。随着几个特殊画面显示，小美也开始说起了答案。最后的结果则是小美整整猜对了8个。要知道正常人连1个都猜不对，这也说明小美的确是通灵体质。看到小美如此优秀，领导给她安排了一个30年没有解开的案件。在2个月前，面前房子里的一家人全部死亡，其中死亡的3个都是父亲杀的。当时他捅了妻子66刀，直到刀柄断了才肯停手。对孩子们也是一样，更加残忍。最后他拿起斧头自杀了。但这4个人都属于受害者。当时被警方发现的时候，他们尸体旁边放了一封信，信的内容是一种加密符号，而且自己也不是他们一家4口的。像这种事已经发生了10次，而信件也同样是10封。从第一个案子到最后一个案子，这个事已经整整30年了。所有的信件有一个共同之处，凶手总会留下2个字：长腿。而且10封信件字迹相同，那就说明是同一个人干的。经过调查显示，应该是有什么人或者什么力量促使父亲行凶，但那个人究竟是谁，截止到目前警方一无所知。随后领导带小美进了办公室，看着墙上所有凶案的照片，小美认为这10个家庭应该还有共同点。领导本想用这个事测试小美的通灵体质，但现在看来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。而共同点则是10个家庭都有一个女儿，他们的出生日期全在14号，但诡异的是，只有2个月前遇害的那一家是在女儿生日当天遇害的。小美听后把所有资料放在了地上，想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线索，但所有的案件都没有指纹，没有目击者，更没有强行闯入痕迹，也没有留下任何 DNA。 虽然小美是通灵体质，可面对这么棘手的案件，她也丝毫没有头绪，而且最后还因为太过劳累睡了过去，直到下班了才被领导喊了起来。其实这一天并不是一无所获，通过对现场没有任何凶手的痕迹来看，小美认为这个所谓的长腿应该还有同伙，他是一个幕后策划者，而负责杀人的肯定另有其人。因为此时的天色已经很晚，说完这些过后，小美就回家了。可她这边刚到家门口，一个声音突然传了过来，小美并没有在意，她认为应该是动物发出的声音。为了缓解一下心中的压力，小美给母亲打了电话，可是2人还没说一会儿呢，那个声音又传了过来，而且伴随的还有脚步声。还没等小美反应过来呢，一阵敲门声又响了起来。毕竟现在已经凌晨1点多了，哪个好人也不会这个点敲门吧。小美并没有开门，而是问了一句是谁，但过了好一会儿，门外并没有回应。突然身后又传出了狗叫的声音，这个时候镜头给到了全景，伴随的还有小美的开灯。这一刻恐怖的气氛到了极致。等小美谨慎地往窗外看去，只见树林里出现了一个人影。看到这一幕过后，小美立马拿起手枪警惕了起来，但找了一会儿过后却并没有什么发现。这个时候人影突然出现在房子里，就这样小美再一次回到了屋子。诡异的是，那个人影已经不见了，留下的则是一封信件，而这个信件正是给小美的，上面说在1月14号之前不要打开。但巧合的是，小美的生日也是1月14号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3环节，你的所有东西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小美打开了信封，
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只见信封里全是加密符号，而且也同样有长腿2个字。小美先是找到了一本加密符号的书，然后开始一点一点的破解，最后通过符号翻译出了4句话，告诉他们此物何来，答案为何在你脑海，割下所有身体零件，母亲最终流血而亡。就在小美还在思考的时候，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里面说是领导着急让她过去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到了一个屋子面前，只见这里正在拉起警戒线，看样子又发生了一场命案。根据领导的描述，这一家人已经死亡1个月了。父亲先是把妻子和孩子给杀了，然后又让自己领了盒饭，而且他们女儿的生日也同样是14号。现场也留下了一封信，上面的署名也正是长腿。为了不让长腿继续行凶，小美查起了所有女儿的死亡日期。就这样，没过一会儿，她有了新发现，只见所有日期连在一块，竟然是个三角形。随后，她立马把此事告诉给了小黑。通过所有死亡日期来看，除了第1起案件是在14号当天发生的，其余的都是在14号前后6天之间。不仅如此，小美昨天把所有的信件都给破译了，几乎每一个信封里边都会提到一个农场，而这个农场也曾被长腿光顾过。但这一家人并没有全部领盒饭，家里的女孩当时在学校，所以侥幸逃过了一劫。近30年来，她是唯一的幸存者。当时案发时间是3月8号，幸存者女孩的生日刚好是14号，8号到14号刚好相差6天。这也说明小美的分析是对的。随后他们先是到了农场，只见这里破旧不堪，看起来根本没有一丝生气。但经过2人一顿摸索过后，他们在地板上看到了一个十字架。小黑见后立马撬开了地板，一张纸也在这个时候浮出了水面，上面画的正是一个三角形，中间还有一个笑脸。随着地板再一次被掀开，一个娃娃诡异的出现了，因为这很有可能和案子有关。于是2人把娃娃带了回去，但经过一顿检查过后，却发现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娃娃。在头里取的珠子也是空心的，可当仪器靠近珠子时，它总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。小美听到声音过后，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些画面，只见娃娃坐在镜子面前，然后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嘴里还说了一句你就是黑暗本身。没过一会儿，小美恢复了过来，她认为这只是幻象，所以并没有多想。随后他们找到了唯一的幸存者，小美询问她还记不记得当时发生的事儿。女孩听后开始回忆了起来，只见家里放着一个娃娃，请来的牧师好像在和父亲争吵，2人还没说一会儿呢，父亲上去就是一斧子。至此，牧师领了盒饭。没过一会儿，母亲也走了过来，而且看样子应该是对着娃娃笑。突然，父亲举起斧子冲了过来。至此，母亲也领了盒饭。因为女孩说的根本没有一丝线索，小美听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到了第2天，小美被领导叫了过去，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持续了30年，但小美加入进来过后，所有的谜团似乎都解开了，这很显然并不是巧合。于是小黑重新看了小美的资料，他发现小美的母亲在小美生日的前一天报过警，而小美的生日刚好是14号。当时母亲报警的原因就是有入侵者，这个人身材高大，脸色苍白。小黑询问小美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，而小美并没有说不记得，而是说不知道，似乎那一段记忆已经被抹去了，因为这个入侵者很有可能是长腿。于是小美回到家找到了母亲，可母亲听后却说她把这个事给忘了，但小美小时候的东西她并没有扔，至今还在房间里放着呢。听到这句话过后，小美急忙在房间里找了起来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发现了一堆照片，而其中一张就是小黑说的那个入侵者。等小美再一次往箱子里看去，小时候的记忆重现了，身材高大，脸色苍白，而照片也是当时小美拍的。随后母亲赶了过来，她质问男人为什么要和自己的孩子说话。男人听后并没有回答，而是一边唱歌一边跳舞。看到这一幕过后，小美坚信他就是长腿，于是她急忙把小黑叫了过来，并且让他直接逮捕此人。画面一转，长腿此时就在路边站着，看样子应该是要坐公交跑路。但随着一阵警笛声响起，长腿并没有挣扎，而是双手举过了头顶。就这样，一个逃窜30年的连环杀手被逮捕了。可这件案子却并没有因此结束。在审讯的过程中，长腿表现得非常疯癫，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正常人。虽然可以确定信封是他写的，但截止到目前，根本没有证据是长腿杀的人。而且一个疯癫的人根本不可能把凶案现场做得如此缜密。通过这点可以看出，长腿绝对不是一个人，而且这个同伙也不是一般人，他一定是一个让人放心请进家门的人。因为三角形并没有拼完，接下来还有一个13号受害者，而今天刚好是13号。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问出长腿凶手是谁。随后小美到了审讯室，当她问起同伙是谁时，长腿突然又疯癫了起来，他一句话不说，而是用头一直撞桌子，最后活生生的让自己领了盒饭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4部分，生日女孩们。
现在唯一知道凶手的长腿已经死亡，而13号受害者就是那个幸存者小女孩。刚才小美审讯长腿的时候，幸存者女孩从楼上跳了下去。小黑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同伙，所有案件里的父亲都是被长腿洗脑了，这也是他们杀死自己家人的原因。这一切都是长腿一个人干的，但小美并不认同，她还是认为肯定有同伙。而现在唯一的线索只剩下了母亲。随后她和另一个领导前往了家里。就在小美下车寻找母亲的时候，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领导身后，她缓缓举起猎枪。听到声音过后，小美立马赶了过去。看到杀人的是母亲过后，小美急忙追了过去。没过一会儿，她看到了母亲。此时母亲的对面还站着一个娃娃，而这个娃娃和小美一模一样。小美见后急忙询问这是啥，母亲听后并没有回答，而是认为小美抓住了长腿。当小美说出长腿已经死了的时候，母亲说了一句女儿你也自由了，然后直接把玩偶打碎了。小美的头上也在这个时候冒起了黑烟，随着眩晕感越来越重，最终小美直接晕了过去，而娃娃头里的那个球也正在冒着黑烟。所有的记忆也在这一刻出现了。原来长腿是一个专门制造玩偶的，他会往玩偶里边注入一种巫术，而承载巫术的就是那颗黑球。他会定期挑选14号过生日的女孩，并且以生日礼物为由，从而把玩偶交给选中的女孩。拥有玩偶的女孩会丧失记忆，而玩偶也会趁机控制女孩，直到他们一家人全部死去。母亲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发生，她只能答应做长腿的同伙。从此以后，长腿负责制作玩偶，而母亲则是负责送进选中的人家里。理由也是非常简单，恭喜你中奖了，有一份来自教会的礼物。接下来母亲只需要在家里坐着，玩偶则是会控制家里的丈夫。就这样，所有人都会挨个领盒饭。不久之后，小美被电话的声音吵醒了，而此时她就在长腿制作玩偶的地方。随后她再一次朝着电话声走去，等她从地下室上来的那一刻，她才发现自己要找的凶手原来就在脚下。紧接着她拿起了电话，而电话里却说你迟到了，你没有来参加小黑女儿的生日。听到这句话过后，小美急忙朝着小黑家里出发。这一刻她再也受不了了，只能用呐喊来释放心里的愤怒。没过一会儿她到了，看到小黑的家庭没事过后，小美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儿。但走到屋里一看，只见小黑女儿正抱着玩偶，而母亲也在一旁看着。小美见后立马把母亲是同伙的事说了出来。然而此时的小黑已经被控制，他先是带着妻子前往了厨房，随着一阵尖叫声传来，最后出来的只剩下了小黑一个。为了保护小黑的女儿，小美这一次不得不摁下扳机。母亲看到这一幕特别生气，她刚准备起身去杀死女孩，这个时候小美直接来了一枪。虽然母亲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，但她根本不想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生机。最后小美把枪口对准了玩偶，而故事也到此结束。